2015年3月底的一天一大早，刘国威从湖北咸宁市赶回通城。早晨6点刚过，他终于抵达自家的私房楼下。因为害怕吵醒儿子，他蹑手蹑脚地开门，准备上2楼去儿子房间，却听到儿子声音从1楼小房间里传出，而这间房被一个名叫魏芳的女孩租住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刘国威头脑里嗡的一响，冲上前一阵猛敲门。敲了半天之后，儿子与魏芳衣衫不整地出现在眼前。刘国威气得发抖，拉起儿子就上了楼，然后对儿子吼道：我在外面辛辛苦苦赚钱，指望你好好学习，可你现在做的什么鬼事，真叫我失望。儿子刘毅低头不吭声。年过40的刘国威是一名单亲爸爸。上个世纪的1996年，他将自家平房改建为一栋2层私房，与当地女子吴琴结婚。1998年有了儿子刘毅。此时他将1楼一间房打开作为门面，做手机生意，一家3口过着还算安逸的小日子。然而因为另有所爱，吴琴于2009年春天与他离婚，儿子的监督权归刘国威，吴琴则按时支付抚养费。被妻子抛弃后，刘国威受打击很大，对女人自然而生一丝恨意。后来他拒绝多名介绍人，将全部的心血都用在儿子身上。付出终有回报，2013年夏天，刘毅中考顺利考入了当地的重点高中。儿子读高中后，刘国威在县城租了一间稍大的门面做生意。因为恨，他再没和前妻单独联系过，每次吴琴都直接将生活费转给儿子。刘国威除了叮嘱儿子将钱用于学习，没做其他要求。2015年春节后的一天，儿子突然向刘国威提起，说有个同学想租他们家1楼闲置的一间房子。刘国威觉得房子闲着也是闲着，便同意以每月500元租金出租。这个租客便是魏芳，他家住通城县五里镇，父母带着他和弟弟在县城打工。魏芳比刘毅小1岁，两人是初中同学。中考后，魏芳放弃了读书，在县城一家饺子店上班。2014年9月同学聚会的时候，两人重逢。读书时，魏芳就非常崇拜学习好的刘毅，成 QQ 好友后，只要看到刘毅在线，他便找刘毅聊天。魏芳说自己父母重男轻女，而刘毅也诉说缺少母爱之痛。相同的境遇让两人惺惺相惜，心渐渐靠近。2014年圣诞节，魏芳送刘毅一件圣诞礼物，他亲手织的一条围巾。接到围巾时，刘毅才注意到魏芳的那双手因长期包饺子生满冻疮，而魏芳还亲手织围巾给他。刘毅眼里一热，当面向魏芳表达了爱意。成为恋人后，刘毅学习任务重，几乎抽不出时间来谈恋爱。元旦那天，学校放假，刘毅去了魏芳的员工宿舍，结果心疼不已。那是一栋简易的民房，四处透风，床也破烂不堪，甚至楼里连厕所都没有。晚上解手还要战战兢兢去外面，实在太危险了。他很想给魏芳单独租套房子，但打听一番后发现，条件稍微好一点的房子要价都在1000元以上。他显然没实力。不过他有了新主意，自家1楼2个房间空着，若能将魏芳安排住进自己的家，岂不一举两得。2015年正月15刚过，魏芳从老家回来，刘毅便找到了父亲，提出租房给同学。刘国威不知是计，欣然同意。
吴琴每月打给儿子的生活费就被刘毅送给魏芳当作租金。就这样，2015年3月1日，魏芳以租客的名义进了门。此后，只要刘国威在家，刘毅绝不找魏芳。他每天等父亲睡着之后，蹑手蹑脚去找魏芳，然后两人同床而眠。早晨5点，他再爬回自己的房间。两人情窦初开，无法抗拒冲动，但也害怕怀孕。刘毅通过网络查询，弄明白了一些避孕的知识。两人卿卿我我，还真蒙过了刘国威。每个月，刘国威都要出门进货，他走后的几天，便是刘毅和魏芳的极乐世界。两人放心大胆地在一起。却哪知3月26日这一天，刘国威提前回家，发现儿子竟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和女租户同居。3堂过审后，刘毅彻底坦白了一切。刘国威完全无法接受，他大吼道：“你这么做简直是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。”刘毅却辩解说：“我与魏芳是真心相爱的，爸，你不懂。”听到儿子的这番话，刘国威更是大为震怒。你小小年纪懂得什么是爱？凭我们家的经济条件，你将来上名牌大学，前途无量，怎么可能找这样一个包饺子的小工过日子？你这想法也太幼稚了。父子俩吵得不可开交。然而不管刘国威怎么说，刘毅却铁了心不愿与魏芳分开。刘国威很无奈，反复替儿子分析利弊，用几乎哀求的口气说：“你谈恋爱我不反对，但这是高考冲刺的关键时期呀，容不得半点闪失。”哪知儿子保证说：“这次期中考试，如果我的成绩能拿到班级前3，你就不能干涉我恋爱。”刘国威愿意打这个赌，因为他了解儿子的学习。儿子英语听力比较弱，排名一直在班上的前5、6名，无法突破。如果他达不到目标，正好借机拆散他们。此后，他密切监视着儿子的一举一动，看到他放学直奔书桌，刘国威心里很是安慰。4月下旬，期中成绩公布，儿子竟然如愿以偿，考到了班级第2名。刘国威既欣喜又叹息。正在他寻思拆散儿子的新对策时，几天后，他被儿子班主任来电请去学校。班主任告诉他，刘毅最近状态很不好，上课时经常睡觉，作业也总不能按时完成，尤其这次期中考试成绩下滑的厉害，排在班上第16名。刘国威不知自己是如何踉跄着走回了家。原来儿子伪造成绩单来骗他，他如何能饶得了儿子？这天晚上，儿子下自习回家，刘国威拖着儿子狠狠一顿好打，并责令儿子立马与魏芳了断，让他立马搬走。为了杜绝儿子的经济来源，一向脾气强硬的他，还第一次给远嫁北京的吴琴打电话说明情况，让他以后半分钱都不能给儿子。见父亲如此决绝，刘毅骨子里的倔强被激发出来，对父亲放出狠话：“你要是赶走魏芳，我就和他一起去广东打工。”刘国威哑口无言。如果儿子真是辍学，自己所有的心血岂不白费？父子俩不欢而散，晚饭也没在一个桌子吃。当晚，刘国威一夜未眠，想到对儿子的爱，想到这些爱付出后的不值，尤其想到自己这些年忍受着独身煎熬，他心灰意冷，极度不平衡。可是再怎么不爽，儿子问题还得解决。他觉得正面出击不行，不如曲线突破，从魏芳身上入手。如果他能主动离开，儿子也只能接受分手现实。
刘国威与魏芳进行了深谈，甚至答应等刘毅高考后不反对他们2个人在一起，直言他现在确实对刘毅有负面影响。但魏芳说，我深爱刘毅，我也知道他将来会读大学，2个人差距会更大，但正因为这样，我现在片刻也不想离开他，我要巩固我们的感情。第2天，刘国威又提出给他5000元分手费，让魏芳离开，哪知魏芳1分也不要。无奈下，刘国威辗转联系上了魏芳的父母，请他们帮忙把人带走。没想到魏芳的父母却生气地说，女儿大了，她的事情我们做不了主，再说我们女儿都和你们儿子住到一起了，随随便便说分开也不合适吧。该想的法子都想了，依旧不行。这年5月，刘毅月考中的成绩再次急剧下降。知道这个消息，刘国威气急败坏地回到家中，正好看见魏芳休息在家，门开着，正半坐在床上听着音乐。赶不走你是吧？刘国威狠狠地想，突然心生一计，你不走，那我就让你没脸待下去。他冲了进去，猛地关上门，一把将魏芳扑倒在床。魏芳刚要喊叫，被刘国威伸手捂住她的嘴巴，另一只手扯下了她的衣裤。魏芳根本想不到刘毅的父亲竟然将她强奸了。刘国威得逞后，丢下魏芳一个人捂着枕头哭泣。当晚，刘国威内心忐忑，特地观察儿子的态度变化，也等待魏芳出来爆发。可接下来的2天，儿子不动声色，魏芳也没回来。刘国威有些松懈，心里也暗自窃喜。他以为自己这个狠招终于奏效，魏芳肯定是出去找房子走人了。没想到强奸魏芳的第4天，他又回来了，不过带了个锁匠上门，将房门锁给换了。更让刘国威气愤不解的是，自己对他的欺辱倒反向给魏芳带来了很多的底气，让他一改此前的懦弱，在这个家俨然女主人，大大咧咧，甚至对刘国威视而不见。第5天，刘国威终于忍不住了，他给魏芳打去电话质问，你怎么好意思还待在这里？没想到魏芳反问他说，好不好意思要问你自己，你儿子的女朋友你都敢强暴，我要是现在揭穿你，看你这张脸往哪儿放。刘国威给问住了，叹服这个女孩不简单。魏芳还斩钉截铁地警告刘国威说，我是不会走的，我现在给你留着面子，如果我把你的丑事告诉刘毅，看他不杀了你的。魏芳以为吓着了刘国威，变得有恃无恐，有时穿着单薄的衣服进出洗手间，将女性内衣在阳台随处晾晒。刘国威承受的刺激越来越多，心中不断回味那次肌肤之亲，欲望之河开始汩汩流淌。6月，刘国威又趁着刘毅不在家，强行与魏芳发生了2次关系。如同此前，魏芳让刘国威白白占了便宜，既不告发他，也没有要搬走的意思。他被魏芳强大的内心彻底征服，心里也发生了奇想，该不是魏芳这个小丫头对自己也有意思吧？毕竟自己40多岁年纪不算老，有时对镜自照，虽然有些沧桑，但是不乏男人味儿，而这一点绝非儿子那样的愣头小子可与拼比。而儿子这辈儿，无非接受新鲜事物多点儿，论阅历，论人情世故，论实力等等，他肯定都在儿子之上。如此一想，
刘国威有些自得，开始刻意地修起边幅来。尤其当着魏芳的面时，他总是将胡子刮得干干净净，头发也时常梳理得服服帖帖。他还学会了上网，申请了 QQ 以及微信，然后他非常娴熟地加了魏芳为好友。上网相聊时，刘国威打字的动作是笨拙的，速度也快不起来，但他断断续续向魏芳说明了意见，问他为何对自己的做法不生气。哪知魏芳说，不是不生气，而简直是要被活活气死。你儿子的女友你都敢要，简直太不是人了。刘国威只能回以呵呵来遮掩尴尬。自讨没趣后，他老着脸说，你说的话怎么这么难听？我反正已经是个坏人了，我就坏到底，你赶紧从我家离开，不然我还会做坏事。魏芳则不示弱地说，别以为我不作声，你就把我当作一只羊，我迟早会让你儿子收拾你。案发后，魏芳向警方供述，他之所以受了欺凌，忍气吞声，觉得这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丑事，他怕自己名声受损，怕家里人丢脸，更害怕男友知道真相，一时难以承受，从而做出不可理喻的事情来。此外，她深爱男友刘毅，更不想由此失去了他。无法洞悉魏芳的真切心思，刘国威此前的臆想瞬间坍塌，心生恨意，报复之意也更加强烈了起来。但此后的魏芳加强了警惕，没再给刘国威可乘之机。不过他时常当着刘国威的面和刘毅大秀恩爱，似乎在向他强化与警告，我是你儿子的女友，你休想再打我什么坏主意。刘国威备受刺激，无可奈何，但在 QQ 上不断指责魏芳故意气他，魏芳则嗤之以鼻。就在这个双方僵持时期，意外突然出现。2015年9月，魏芳发现自己怀孕。魏芳红着脸将消息告诉给了刘毅，如果刘毅承认是自己的也就没事儿，偏偏这小子较真儿，学过生理卫生的他心里盘算了一番，每次和魏芳亲热时，他都采取了安全措施。魏芳不应该怀孕啊。经过仔细回忆，刘毅觉得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意外，因为魏芳经常上网聊天，他怀疑他一定是背着自己和哪个网友见面。男友的不信任让魏芳彻底崩溃了，她除了哭泣没有任何的辩白，她能交代什么呢？她自己心里都发虚，毕竟她被刘国威欺凌了几次。此时此刻她也说不准腹内胎儿到底是谁的，万一这个胎儿是刘国威的，这岂不天下大乱？魏芳恨刘国威，不然她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对男友说，胎儿的爸爸非你莫属。她感觉自己就要被逼疯，最后只有找到自己的父母，哭诉了心中的憋屈。魏芳的爸爸听闻此事，当即顿足捶胸，大骂刘国威没有人性。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怒火，于是带着女儿前来刘家兴师问罪。刘国威先是觉得理亏，但魏父张口就要赔偿，气势逼人，终于激怒了刘国威。他叫嚣道，我从开始就反对你女儿和我儿子交往，我这样做也是想愁死他，让他早点离开。想到女儿明明是他家儿子的女友，刘国威还如此对待和如此说辞，魏父当即怒火万丈，指着刘国威的鼻子骂道，你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儿，还好意思往脸上贴金？难道你侮辱了我的女儿，我还要谢天谢地感谢你不成？双方唇枪舌剑中，最痛苦的人
莫过于刘毅。他没有想到自己的父亲竟然背着自己干出如此龌龊的事情。他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嗷叫：你们都给我滚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们了。结果见他们还是在继续争执，他甩门而去，当天就再没有回来。眼见一对大人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男友愤然离去，恋情难保，魏芳愤然选择了报警。通城市公安局接警后感到事态严重，因为这不是一桩简单的强奸案，更是一场对伦理的挑战。调查时，警方分别听取了刘国威和魏芳的供述，实施强奸部分内容完全吻合。警方还调取了两人的 QQ 聊天记录，内容佐证了强奸事实。迫于压力，刘国威对自己强奸魏芳的事实供认不讳，所以纵然没有精液等现场证据，刘国威有违背妇女意志犯罪事实清楚，警方判定刘国威犯罪事实成立。2015年10月21日，警方将刘国威抓捕归案。等待他的必将是道德的挞伐和法律的严惩。真相面前，刘毅与父亲反目，抑郁地躲到了姑妈家，而孤苦伶仃的魏芳更承受着各种眼光以及言论的折磨，不得不从刘家彻底消失，放弃上班，在父亲的住处整日以泪洗面。而腹内的胎儿怎么办？自己和男友的感情还有无结果？对前景他一片茫然。更多的人则指责刘国威的不是，觉得他丧尽天良。身陷囹圄的他更陷入极度尴尬中，但能怪谁呢？